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？暖黄的灯光落在沈星简的脸上，将她的五官勾勒得温柔克制。然后他想了想，说：大概是那天他看着我吃饭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邢简，你怎么开始挑食了？”朋友怔了一下，他又轻声补了一句：而以前的阮安澜会说我的邢简太可怜了，连爱吃的东西都才那么几样。朋友更愣了，惊讶道：就这？沈星简笑着点点头，就这。阮安澜回家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沈星简正坐在客厅里，一边揉着小腿肌肉，一边听着窗外滴答滴答的雨声。门锁响的那一刻，他没有抬头，只是将腿收了收，把地毯铺得更整齐些。他说：回来了。女人的声音低哑而温柔。他手里拎着伞，外套上还有一点雨水没干。他问：吃过了吗？路上买了点。阮安澜说着走进来，动作自然的像所有习惯已久的情侣那样，从后面低头亲了他侧脸一下。怎么还没睡？练完琴不困？我让张妈给你把琴房那块地毯换了，隔音效果不好。你听见了？听不见。他弯腰把伞放进伞筒。但是谢允说隔音不行，对琴音不好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沈航简抬头，语气轻得机不可闻。谢允？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反应过来。就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那个顾问，前几天你不是还见过吗？沈星简哦了一声，没再问。他确实见过，那次他很早练完琴，去他公司找他一起吃饭，刚好碰见那个男人从会议室出来，穿着利落干练的西装，手里拿着平板和咖啡，一路有人跟着他汇报，他没打招呼，谢允也没看见他。后来阮安澜才笑着介绍，我们新合作的顾问人不错。人是不错，成熟有魅力，说话有分寸。沈星简知道他不是那种能让阮安澜看两眼的类型，可偏偏他感觉到了，他看那男人的眼神和当年看他的时候有那么一瞬是一样的。你想吃夜宵吗？阮安澜打破沉默。沈星简摇头，不饿。那你别拉太久琴，小心手腕。知道了。他站起身，转身进了厨房，弯腰去拿杯子时，听见阮安澜从身后走进来。明天公司要开股东会，我得早点出门。你那场独奏音乐会最后定时间了吗？还没。定了记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再调整安排。沈星简背对着他，轻轻嗯了一声，水烧开。他倒了一杯热水，转身递给他。阮安澜接过来，手指碰到沈星简的那一瞬间，他轻轻缩了下。那天晚上他们都睡得不太好，他翻了很久，他却始终没有抱他。以前他一翻身，阮安澜就会把他拉进怀里，哪怕半梦半醒都不肯松手。可现在他甚至没有察觉他醒着。沈星简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发呆，他想起那场聊天的最后，他没有说出口的事。阮安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吃火锅，桌上摆着他从小就不太喜欢的毛肚和腐竹，他动筷子少了，阮安澜便下意识问了那句，那语气太客气也太陌生了，就像是在和谁吃惯了饭，换了人后突然不是。阮安澜不知道，就是那天他无心的一句话，像一根针从他柔软的心口穿了过去。沈星简还记得10年前他们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他第一次来他家吃饭是在一个落雪的傍晚，阮安澜坐在他家装潢精致的餐厅里，手都没敢放到桌上，局促地看他父亲一眼，又偷偷瞥他一眼。他妈妈说邢姐爱吃辣的。阮安澜立马说我也爱吃辣的。他看着他吃着辣椒红油火锅时，眼眶都红了，硬是憋着不吭声。吃完饭，他送阮安澜下楼，看他鼻尖冻得通红，他说你爸好吓人，我刚才都快喘不过气了。他问那你还来？他看着他笑，你在这儿我就来。那时他还只是个什么都没有的混子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张扬，开着2手机车，被老师叫进教导处10天8次，但他永远在他楼下，戴着耳机靠在栏杆上等他放学。他追的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会在他上楼的时候叫一声邢姐，然后把手里刚买的牛奶往他书包里塞。加餐别再瘦了。他说他不喝冰的。第二天他说他喜欢听柴可夫斯基，他就连夜去搜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曲子。他成绩差得一塌糊涂，所有人都说他和他不是一路人，但他把高考志愿表死死按着他的城市，从头抄到尾。他说我给你考一个地方，我不放弃。后来他真的做到了，穷困潦倒地站在那个城市，拎着他爱吃的炒栗子，笑得一脸灿烂。他终于答应了他。那天刚好是他18岁生日，他亲手为他拉下琴房的帘子，然后用打火机一支一支点亮蜡烛。他拉琴，他在旁边听，听着听着就红了眼。他说邢姐，我会拼命变得更好，只为了你。可是现在呢，他出差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曾经那双眼睛总是追着他看，如今却常常停在手机屏幕上。他不是没察觉，某天夜里他睡不着，起身倒水，看见书房的门虚掩着，他正在打电话，对面是一道隐约的男声，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如此清晰。他还没睡，我晚点再去找你，等我。
那一瞬间，沈行简站在走廊尽头，冷得像被风从骨缝里灌了进去。他没推门，只是默默地转身，然后第二天依旧像往常一样为他系丝巾，把他爱穿的裙子熨得平整。朋友回过神后问他：“那你还爱他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怎么不爱？爱了10年，从青春的巷口到如今的厨房、沙发和阳台，他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只是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的心变了是听不见的，但你总会在某一个细节里突然意识到，那扇曾经只为你敞开的门，已经悄无声息的留了缝给别人。”沈行简正低头整理琴谱，窗外天色阴沉，云压得低，手机突然震动，他随手接起：“喂，沈先生，是我阮总的秘书。”他手上的动作一顿，他手机落在办公室了。那头沉默了1秒，声音却突然急促了几分：“不是，是阮总他出事了，现在在医院。”沈行简怔了几秒，指尖收紧。你说什么？下一刻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身后倒地，闷声砸在地毯上。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追问着，声音也冷了下去，带着抑制不住的诧异。秘书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是在赛车场出了点意外。”赛车场，沈行简只觉得心口猛地一震，像有什么东西顿顿地砸下来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阮安澜已经很多年没碰过赛车了，自从他们在一起后，他再也没去过那种危险的地方。他说怕他担心，说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不能再赌了。可是现在他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那个地方？沈行简顾不上细想，抓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冲了出去。一路上他的心跳咚个不停，挂在喉头始终不肯下来。刚到病房门口，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轻声交谈：“还疼吗？”是男人的声音，柔和而带着关切。沈行简下意识屏住呼吸，脚步轻了下来。没事，死不了。沈行简贴着门边，指节绷紧，是阮安澜。他也终于看清了那个男人的模样。谢允。谢允轻笑一声：“你倒是潇洒得很，要不是我硬拽着你过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就那么算了？”都是小伤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阮安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么包扎，你还让我怎么回家？”沈行简只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。片刻后，他听见谢允问：“他知道你来赛车场了吗？”阮安澜没有立刻回答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低声道：“不知道，也不会知道。”谢允弯了弯唇角：“也是，他那种人，一听赛车2个字，估计心脏都要停半拍。”和他没关系。阮安澜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这次要不是他们说的太过分，我也不会答应比赛。哦，谢允拖长了音：“你是在说都是为了我，你才愿意上场的？”别瞎想。他笑了一下，却没否认：“只是他们说话太难听了，我看不过去而已。”沈行简站在门外，整个人仿佛被冻结。他记得很清楚，以前阮安澜很喜欢赛车。那天他刚跑完一场比赛，因为刚下过雨，拐弯的时候车身打滑，直接重重地撞到了旁边的护栏。他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浑身发抖，又怕又气。阮安澜一瘸一拐地下车，远远的就瞅见了他，然后走过来。他跑过去，红着眼问他有没有事，然后骂他：“阮安澜，你混蛋！”他也不恼，笑着低头吻了吻他的指尖：“行简，我不玩了，好不好？你不喜欢，我就不碰了。”那时他以为他是为了他放弃热爱，现在他才知道，他只是换了个人，一起去犯险。沈行简缓缓地后退了一步，直到被贴上冰冷的墙壁，才回过神来，心跳像鼓，耳边嗡鸣不止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秘书正好从电梯口匆匆赶来，见他站着，愣了下，随即又松了口气：“沈先生，您没进去吗？”沈行简转过头，语气温和：“他伤得重吗？”“没有，就是小腿擦伤，缝了几针。医生说他恢复得快，再休息2天就能出院。”秘书有些心虚地垂下眼，他点了点头：“那就好。”秘书吞了吞口水，低声道：“沈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本来不应该打给你的，但我怕阮总再这样下去，早晚出大事。”沈行简微垂着眼帘，语气淡淡：“他这样多久了？”秘书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有半年了。”半年，也就是说，谢允出现在他身边半年了。沈行简轻轻闭了闭眼：“谢谢你。”他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堵得厉害，玻璃窗外是来来往往的车灯，明灭不定。沈行简靠在座椅上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幕，那是高中的事情了。他在小巷子口被几个女生堵了，他们说他装清高，说他抢了别人的女朋友，他不知所措，不敢出声。下一秒就听见轰鸣的机车声从巷尾冲过来，阮安澜脱下头盔，眉眼冷厉的吓人：“谁敢碰我男朋友？”他挡在他面前，护得死死的。那时候的阮安澜
眼里只有他，像所有的刀都只为他出鞘。沈星简闭了闭眼，指尖缓缓收紧。现在的他还是爱他的吧，只是那种爱好像变了质，掺杂了别人的影子。他不恨他，也不怪他，只是觉得可惜。沈星简从医院回到家时是凌晨，客厅一片寂静。他脱了外套，把包放下，又习惯性的倒了杯温水，站在厨房靠台边喝了一口，却发现手不知何时开始轻微发抖。喝完水，他躺到了床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都开始干涩，睡意依然迟迟不来。他的脑海里全是病房门外听见的那些话，和阮安兰那句他不会知道不断重叠。他把自己埋进被子，过了很久，起身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粒安眠药，药丸下肚，他才终于缓缓闭上了眼。第二天，阮安兰回来得很早，天刚亮，他就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。邢简，阮安兰的声音带着点懒懒的笑意，像往常一样。他慢慢转过身，看着他走进来，神色温和。回来了。他一边换鞋一边说，昨晚忙完太晚了，怕吵醒你，就在酒店凑合了一晚。沈星简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阮安兰走过来，顺手揽住他的肩。早饭吃了没？还没。那刚好，我去做。阮安兰笑着捏了捏他的脸，然后起身走向厨房，语气轻快。沈星简本想帮他捡起，结果不小心瞥到了最下面的那行小字：双人套房，情侣尊享。我衣服脏了吗？阮安兰回头笑着问他。你盯着他看半天，蹭到灰了。沈星简弯了弯眼，语气温柔。你以前不是挺讲究的吗？怎么现在也不太注意了？是啊，反正现在你就在我身边，讲不讲究也不重要了。他走回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他像是随口说了一句甜话，但沈星简听着却觉得心口泛起一阵钝痛。他笑了笑，把发票轻轻塞进抽纸盒底下。阮安兰伸手搂住他的肩，把下巴搭在他头顶。有没有想我？有。有多想？就刚刚好。他笑了一声，抱得更紧了些。我特别想你。沈星简靠着他，垂在身侧的手却缓缓收紧。他知道他是真的爱他，就像曾经那样，从不吝啬任何温柔和偏爱。可是现在的他，会在别人说了句难听的话之后，不顾一切的为另一个男人出头，会在他熟睡时撒一个小小的谎，然后在早晨回到他身边，继续扮演那个深情的恋人。沈星简突然觉得现在和阮安兰待在一块的时候，像在喝一杯温得刚好的拿铁，加了奶，但是还是有点苦。他曾经特别怕苦，连药片都要掰开来喝糖水送下去的。可现在他好像什么都能咽得下去了，包括那种细小到难以描述的失望。沈星简本想帮他捡起，结果不小心瞥到了最下面的那行小字：双人套房，情侣尊享。我衣服脏了吗？阮安兰回头笑着问他。你盯着他看半天，蹭到灰了。沈星简弯了弯眼，语气温柔。你以前不是挺讲究的吗？怎么现在也不太注意了？是啊，反正现在你就在我身边，讲不讲究也不重要了。他走回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他像是随口说了一句甜话，但沈星简听着却觉得心口泛起一阵钝痛。他笑了笑，把发票轻轻塞进抽纸盒底下。阮安兰伸手搂住他的肩，把下巴搭在他头顶。有没有想我？有。有多想？就刚刚好。他笑了一声，抱得更紧了些。我特别想你。沈星简靠着他，垂在身侧的手却缓缓收紧。他知道他是真的爱他，就像曾经那样，从不吝啬任何温柔和偏爱。可是现在的他，会在别人说了句难听的话之后，不顾一切的为另一个男人出头，会在他熟睡时撒一个小小的谎，然后在早晨回到他身边，继续扮演那个深情的恋人。沈星简突然觉得现在和阮安兰待在一块的时候，像在喝一杯温得刚好的拿铁，加了奶，但是还是有点苦。他曾经特别怕苦，连药片都要掰开来喝糖水送下去的。可现在他好像什么都能咽得下去了，包括那种细小到难以描述的失望。阮安兰的手指轻轻捻着沈星简的发尾，像是不舍得松开似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偷偷喷了香水？他俯身靠近他耳边。很甜。没有。沈星简偏过头。是你前天送我的那支护发精油。看来我眼光不错。阮安兰轻笑着，然后在他发顶落下一吻。沈星简就这么挽着阮安兰的胳膊，靠在他肩上时，鼻尖更好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冷杉香，熟悉的让人心安。你上次说要带我去那家书店，结果又忙忘了。所以今天不就补上了吗？阮安兰侧头看他，笑得温柔。还想逛哪儿？想吃柠檬塔。他笑。很久没吃你买的了。我记得你喜欢偏酸的口感，别家做的都太甜。他低头亲了亲他额角。去。他依旧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像过去每一个细节从未淡去。这家店是沈航简喜欢的口味，
他看着阮安兰熟练地切开柠檬塔，把中间那一小块最松软的留给他时，突然有种错觉，好像一切都没变。喝完下午茶，他们又一起去逛了书店。就在沈行简准备买单时，阮安兰的手机响了，他皱了下眉，说：“我去接个电话。”沈行简站在柜台前，看着他走到窗边，接起电话。那通电话没持续太久，但他的语气明显不如刚才温和，眉头微蹙。“你在哪？我现在过来。”他说完这句，转身回来，脸上恢复了刚才那副熟悉的笑意。“公司那边临时有事，我得先走一趟。”“我在这等你。”“别等了。”他语气温柔。“不确定要多久，等我回来接你。”他说着吻了他的额头。“听话。”他转身走得很快，好像真的很急。沈行简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的背影，迟疑了一瞬，提着袋子出了书店。他没有叫司机，也没回家，而是叫了辆出租车，悄悄跟着他离开的方向。他其实很少这样做，可今天他总觉得心里堵得慌，像有什么东西非得看清楚才行。出租车远远跟着那辆黑色的迈巴赫，一路驶进了郊区那片安静的别墅区。他付了钱，下了车，远远的沈行简就看到阮安兰停好车，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从里头拿出一盒甜品，是他们刚刚一起去的那家店。再往前几步是别墅门口，站在那儿的是谢，他穿着一身白色休闲服，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他说了什么，沈行简听不清，只见谢允手指用力地揪着衣摆，低头咬唇，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掉。阮安兰站在他面前，一动不动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下一秒他抬手将那盒甜品递给他，轻声说了句什么。谢允接过时手抖得厉害，一下没拿稳，里面的东西就掉了下去，散落一地。他蹲下去捡时，整个人都忍不住抽泣起来。沈行简屏住了呼吸，因为他看到阮安兰弯下腰蹲在谢允身旁，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肩，把他带进怀里。他的下巴抵在谢允头顶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一下又一下。谢允哭得越来越厉害，手揪着他的衬衫不肯松开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近得像一对亲密无间的璧人。沈行简看着那一幕，像是看着一场重复发生的过去。曾经他看着阮安兰因为为了投资喝到吐，心疼的偷偷躲在被窝哭，那时候的他也是这样抱住她，说：“你别哭，我心疼。”他说那话的时候，眼神里带着真挚的疼惜。可现在他也把同样的温柔给了别人。沈行简转过脸，不让自己继续看下去。再回过头时，谢允正抬起头和他说着什么。阮安兰抬手替男人擦去脸上的泪痕，动作轻柔，还替他理了理耳侧的碎发。随即两人一起走进了别墅，门缓缓关上，彻底将他隔绝在外。沈行简站在原地一动未动，隔着一条街的距离，他却仿佛听见了心口咔嗒一声裂开的声音。他没有哭，只是觉得有点冷。夜色很快落下，风越来越凉。他坐在路边等了1小时、2小时，天色一点点转黑，星星也渐渐布满了夜幕。可阮安兰一直没有出来，他默默盯着那扇门，直到眼睛干涩也没有移开目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阮安兰发来的消息：“暂时走不开，早点休息，别等我。”他盯着那一行字，良久，嘴角扯了扯，低低笑了下。他想起不知道什么时候阮安兰和他说过，如果我撒了谎，那一定是为了不让你伤心。他就那么坐着，像等一场永远不会来的解释。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，阮安兰都没有再出来。沈行简坐在街对面的一张长椅上，蜷着身，手里握着昨晚已经冷透的咖啡杯，眼睛却没有合过一次。他就这样看着那栋别墅的门，一夜未曾移开视线。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对时间的感知。风吹得他鼻尖泛红，眼底一片血丝，降极了用尽力气却还维持平静的模样。终于天光渐明，别墅门开了，他的身体几乎是下意识地紧绷了一下。门内走出来的人是阮安兰，她还穿着昨天的那身衣服，只是西装外套不在了，白衬衫的袖口被挽起，整个人略显疲惫，但神情却松弛自然。走在他身旁的是谢允，他换了件浅绿色的针织衫，手上还提着那个甜品店的袋子，嘴角微翘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几分熟稔的亲昵。那一刻，沈行简忽然觉得昨晚的那扇门是隔出了2个世界，一个是他站了一夜的世界，一个是他们共度一夜的世界。两人走到台阶尽头，才终于看见了对面的他。空气骤然凝滞，谢允先是怔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收敛了笑意，脚步也慢了半拍。阮安兰则是脸色陡变，几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行简，你怎么在这？谢允侧过头，挑眉看向他。这位是？他语气礼貌，沈行简却能感觉到他语气里那种微妙的不经意。我男朋友。阮安兰下意识开口。哦。
谢允眼神动了动，随即像是恍然，笑着点头。对啊，你之前说过。你好。他朝沈行简伸出手，下一秒又猛地收回手，看向阮安澜，然后笑着问道：你昨天说你们最近有点矛盾吗？那现在是和好了？到谢允的话说的轻描淡写，阮安澜脸色却瞬间绷紧，压着声音警告道：谢允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谢允摊手，一副轻松姿态。沈先生别误会，我昨晚心情不太好，安澜他不放心，过来陪了我一下。是吗？他看了眼阮安澜，谢允笑着点了点头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一步。刚走2步，他又突然回过头，看向阮安澜：你外套还在我呢，有空来拿。然后潇洒转身。阮安澜没有接话，而是快步走到沈行简身边。梅心姐，你等了我一晚上。他俯下身，看着他泛红的鼻尖和眼底密布的血丝，指尖轻轻触上他的手背，却只触到一片冰凉。那一瞬，他眼睛都红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一个人在这里坐了一夜，不冷吗？为什么不打电话？为什么不回去？他声音越来越低，却愈发颤抖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没看到你，我……阮安澜咬住后槽牙，像是怕自己说出更失控的话。是我不好。他抱住沈行简，语气温柔到近乎卑微。是我让你一个人难过，让你不安。行简，你可以生我的气，但不要这样对自己，好不好？行简没有回答，只是仰头看他，语气淡得出奇。昨晚不是公司有事吗？他嘴唇动了动。是谢允找我，他……我知道。沈行简轻轻点头，声音一贯的温柔。他心情不好，你过来陪他。他边说边往后退了一步。别动，我昨晚一夜没睡，浑身冷得发抖。他语气依旧不急不缓。你身上暖，我怕我一靠上去就不舍得走了。阮安澜怔住。你别这样，行简。他的声音几乎是哑的。我昨天真的没做什么，只是陪他聊了几句。他家里出了事，心情不太好，我怕有什么意外，所以才……阮安澜。沈行简打断他，笑了笑。你什么时候对别人的情绪也这么上心了？他看着阮安澜解释时，眼里满是焦急和懊悔。沈行简抬头看他，眼神安静。你还带了他喜欢的甜品，对吧？阮安澜愣了愣，没说话。沈行简笑了一下。以前你哄我也是这么做的。那笑意太轻，轻得像一层风，落在阮安澜心口，却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沈行简顿了顿，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些。只是突然觉得你现在好像对谁都可以温柔体贴，只要他情绪失控，只要他表现出需要你，你就会把所有的耐心都给他。不是这样的，行简。他打断他，语气没有一丝起伏。如果有一天我也像他那样哭着跟你说我撑不下去了，你会不会也抱着我说别怕，有我在？听到他这么说，阮安澜眼底明显浮现出明显的慌乱。我会，我……可惜我不会。沈行简看着他，笑容收敛。我不喜欢崩溃，也不喜欢挽留。行简，他靠近一步。你别这样，我真的……我没有怪你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而温和地说：你昨晚做的事很合情合理，我只是忽然意识到我们好像不太合适了。你别说这种话。阮安澜的声音一沉，焦躁的情绪几乎压制不住。就因为我陪了谢允一个晚上，你就要……不是就因为……阮安澜。他再次打断他，声音却始终温和。是我突然发现，原来你对别人也可以这么好。你明明知道我爱的是你。他低声说：是啊。沈行简点头。你是爱我，可我越来越分不清，这份爱到底还是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他顿了顿，补充了一句：也许是我太贪心了，想让你只看我，只哄我，只心疼我，所以我们都冷静一段时间吧。沈行简话音落下那一瞬，空气静得几乎可以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他没有再看他，转身准备离开。下一秒，阮安澜就猛地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腕，他的眼里写满震惊与不可置信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回去了。沈行简不看他，声音也不再温和。一整夜没睡，我头有点晕。阮安澜看着他泛红的鼻尖和眼底密布的血丝，胸口像是被人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他真的就在外面坐了一夜。这个事实让阮安澜的心止不住的一颤。他捧起他的手，指腹贴上他掌心的冰凉时，眸色瞬间沉下去。行简。他低声唤他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沈行简没说话，只想抽回手，可他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声音沉了下来。别动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阮安澜。你要是再说一句分开，我现在就拉你上车。他语气里没有怒气，只有快要溃堤的祈求和不知所措的惶恐。沈行简怔住了，他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他缓缓抬头，看着他眼底的血丝和眼尾压不住的红，一瞬间有些恍惚。他轻声问：你在生什么气？我在生你不爱惜自己。阮安澜几乎咬着牙说道：你这么凉的天在外面坐了一夜，万一冻出病怎么办？
你知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你那一刻，心跳都要停了。他低头吻了吻她的指尖，温热的唇落在冰凉的指节上，微微发颤。别再这样惩罚我了，好不好？沈行简垂下眼，睫毛轻轻颤动，没说话。阮安澜却已经将他的外套裹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你该吃点热的，洗个澡，睡一觉。你不听我说完？等你身体暖了，眼睛不红了，我再听你说一辈子都行。他语气轻得近乎低吼，可那一股不松手的执拗表现得又太过明显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牵着他往车边走。沈行简就那么沉默着被他拉着。一路上，阮安澜只说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怪我都好，但是我现在只想把你弄回去。”回到家后，沈行简坐在沙发上，不多时，一碗热腾腾的粥就被端到了他的面前。他坐在餐桌前，而阮安澜坐在他身侧。阮安澜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喝着粥，始终没有转移视线，直到碗渐渐见了底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低哑：“行简。”他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：“你要骂就骂，要打就打，但别走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”沈行简喉咙微动，脸上却依旧没什么表情。阮安澜看着他眼底的倦意，终是低下头：“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别不说话，行吗？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：“我从来没怕过谁，可我怕你真的不要我了。”沈行简鼻尖微酸，眼底也泛出一点失意，沉默良久，他轻声道：“我先去洗澡了。”沈行简靠在浴缸里，热气蒸腾，他这才感觉四肢渐渐回暖。听着外头厨房里碗碟碰撞的声音，他却已经没力气再去拆穿女人的慌乱和不安。他只想闭一会儿眼，缓一缓那些快要溢出来的委屈。沈行简从浴室出来时，阮安澜也正好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还捧着一碗热姜汤。他语气放得很轻：“喝一口，暖暖。”沈行简没有拒绝，伸手了接过来。他乖巧的像从前一样，让人挑不出一丝错。可阮安澜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不安。在他喝着姜汤的间隙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。沈行简本来并不想理会，可他并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第二声，第三声，像是有意扰乱这短暂的安宁。他慢慢放下碗，点开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可是他只看了一眼，便知道了来人是谁。昨天冷成那样，辛苦你替我们俩吹风了。不过你女朋友挺贴心的，给我冲了蜂蜜水，还煮了面，味道不错。3勺蜂蜜，她说你喜欢这个比例，甜一点会舒服点，对吧？我之前穿过你买的那件白衬衫，她说你眼光一直很好，试衣服那次你回头笑了，很甜，她记到现在。我有点好奇，你是不是能一直笑得那么好看？末尾是几张照片，厨房里，女人在灶台前煮面，袖子挽起，神情专注。男人半倚在门边，笑意懒散，正好入镜。背景是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家，桌上的2碗面，配的也是他惯用的那双筷子。最后一张是谢允穿着那件衬衫，头发半湿，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怀里是他曾送给阮安澜的限量款抱枕。那一瞬，仿佛有人缓慢又残忍地将他心脏一寸寸揉。沈行简盯着照片看了许久，喉咙仿佛堵着一团棉絮，想开口却什么也说不出。他想起昨晚在车里，女人是怎么抱着他，轻声说：“行简，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”可是这么深情的人，为什么一颗心里还能同时装下2个不同的人？沈行简不明白，他只知道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有人正穿着他的衣服，住在他的家里，享受着他的女朋友。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涌上来，他倔强地仰起头，不想让他掉下来。对面的人自顾自地说着，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会不会回复。前几天他出了场车祸，挺严重的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？就因为别人说了下我的不好，他就要替我出头，和人打赌比赛。明明我都说不用管了，是他不肯，执意挡在我面前。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站到我后面。那时候他一只手护着我，另一只甚至还在系头盔。我其实挺羡慕你的，毕竟你不用什么都做，他的一整颗心就挂在了你身上，甚至可以为你和全世界对抗。可是后来他不是也一样为我摔了一次车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他从车里出来第一反应还是喊你的名字，只是喊着你的名字，手却握着我的，真巧。对面的消息停了一会，沈行简的心跳好像也停了一会，最后2个字像是落在心上的刀。沈行简指尖一点点收紧，屏幕上的光将他眼底的沉默衬得极冷。他没回复，只是忽然很想笑。阮安澜走过来，见他坐得笔直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却一动不动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沈行简慢慢抬起头，眼里看不出情绪。“听到个笑话。”他轻轻将手机扣上。“挺好笑的。”“什么笑话？”“说你英雄救美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”阮安澜一怔。“什么？”沈行简看着他，轻描淡写道：“谢允说你为了他去和人赌命赛车，结果出了车祸。”阮安澜脸色猛地一变，似乎想解释什么。“那不是……”“你先别急着说。”他轻声打断他。“他还说你很爱我，
从车里出来的第一时间念着的是我的名字，在救护车上躺着的时候念着的还是我的名字。你没告诉我这些，但他都知道。阮安澜脸色发白，声音发紧。邢简，我……沈行简笑了，笑意温柔而疏离。你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，可他知道的太多了，比我还多。沈行简笑了笑，别这么紧张。他说让我放心，说哪怕你当时是为了他去和别人玩命，哪怕你当时握着的是他的手，你心里想的都是我。他抬眸看着阮安澜，一字一句道：他说你真爱我。他的声音不高，轻柔温淡，却像一根极细的针，缓慢又精准地刺入骨头最深处。他仿佛没有看到面前人脸色一点点发白，也没有在意他眼底翻涌的慌乱和痛意，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缓缓开口：是这样吗？阮安澜嗓子仿佛被堵住，半晌才艰涩地吐出一句：当然，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你。我知道。他点头笑了，像是真的没有怪他。你从来没想过伤害我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你的保护也是一种伤害？空气静得像被抽空，屋子里只剩下沈行简一个人的声音，像风吹雪落，机不可闻。谢允比我知道的多，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出事，知道你摔车的细节，知道你喊我的名字，也知道你拉着他的手，他甚至知道你冲蜂蜜水用几勺蜂蜜。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微微低头，像是在整理思绪，几秒后再抬头，声音柔和了下来：听我这么说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？阮安澜没有说话，低垂着眼眸，空气仿佛沉默了许久，他才再次开口：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人总是什么都知道？阮安澜像是被这句话击中了要害，整个人僵住，唇动了动，却什么都说不出口。沈行简望着他，目光清澈而沉静。你记得你以前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只要我不走，你就不会放手。他轻轻叹了口气。可是阿兰，这次先放手的人好像是你。他低头看了眼手中空掉的姜汤碗，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，缓缓放回托盘里。这碗姜汤很好喝，谢谢你。像是预感到了什么，阮安澜低声道：邢简，我不是有意瞒着你，我只是怕你误会，怕你难过。你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他？他轻轻打断，抬眼看他。可你还是护他，帮他，哄他。阮安澜嘴唇动了动，呼吸急促，却不敢再让他继续说下去。他害怕他说出那句他最不想听到的话。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，却仿佛是递给他一根救命稻草。他掏出手机时，手甚至在微微颤抖。邢简，我接个电话。但我们之间到这里就好了。他说：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阮安澜对着电话那头囫囵的应声道。他的心很乱，乱到听不清对面的人说了什么，乱到不敢听清沈行简要说什么。挂了电话，他的语气急促，快步拿起外套走到门口，都没再敢看沈行简一眼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趟公司，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。沈行简静静看着他，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声音低下去：你不敢听。阮安澜一震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怕听到我说出那句你最不想听到的话。他笑了笑，所以你要走，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你不面对，就当一切都还在原地。不是的。阮安澜握紧拳头，语气发紧。这次真的是公事，我没有要躲的意思。你等我，我回来就谈，我们还有的谈。他近乎固执地看着他。你不会真的离开我，对吧？沈行简没有回答，他站得笔直，安静地目送他穿好外套，拿上钥匙。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安慰道：邢简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等我回来。话音落下，门啪的一声关上，快到甚至刚好盖住了沈行简说的下一句话。他说：阮安澜，我们分手吧。他掏出手机时，手甚至在微微颤抖。邢简，我接个电话。但我们之间到这里就好了。他说：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阮安澜对着电话那头囫囵的应声道。他的心很乱，乱到听不清对面的人说了什么，乱到不敢听清沈行简要说什么。挂了电话，他的语气急促，快步拿起外套走到门口，都没再敢看沈行简一眼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趟公司，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。沈行简静静看着他，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声音低下去：你不敢听。阮安澜一震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怕听到我说出那句你最不想听到的话。他笑了笑，所以你要走，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你不面对，就当一切都还在原地。不是的。阮安澜握紧拳头，语气发紧。这次真的是公事，我没有要躲的意思。你等我，我回来就谈，我们还有的谈。他近乎固执地看着他。你不会真的离开我，对吧？沈行简没有回答，他站得笔直，安静地目送他穿好外套，拿上钥匙。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安慰道：邢简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等我回来。话音落下，门啪的一声关上，快到甚至刚好盖住了沈行简说的下一句话。他说：
阮安澜，我们分手吧。阮安澜站在电梯里，低着头，手撑在额角，仿佛还能听见他最后那句你不敢听，像针似的，细细的扎在心口。他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早该知道的，可他不敢听，就像他一直不敢面对。其实他那天躺在病房的床上时，看到了门外沈星简的那双眼睛，那双在病房外静静望着他，却什么也没说的眼睛。电梯叮的一声到了，他上了车，关上门，把手机丢到了在副驾上。他没有急着发动车子，只是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，沉默坐了好一会，心口闷得难受。阮安澜喉咙动了动，终于伸手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还有通话记录，是谢允。他犹豫片刻，拨了回去，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通。谢允那头的声音带着点刻意压低的温柔：“喂，你回过来了？你刚才打电话找我，有事？”语气平静的近乎冷淡，仿佛之前所有的柔情只是一场误会。啊，也没什么大事。他顿了顿，就是之前那个合作方临时改了资料，我不知道谁能联系上，就想着你可能在公司附近。你可以找方律或者陈秘书。他语气淡下去：“是我想的不周。”谢允轻声笑了笑，声音却忽然软了一点：“你还在生气吗？”他没有回答，只问：“你现在？”阮安澜站在电梯里，低着头，手撑在额角，仿佛还能听见他最后那句你不敢听，像针似的，细细的扎在心口。他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早该知道的，可他不敢听，就像他一直不敢面对。其实他那天躺在病房的床上时，看到了门外沈星简的那双眼睛，那双在病房外静静望着他，却什么也没说的眼睛。电梯叮的一声到了，他上了车，关上门，把手机丢到了在副驾上。他没有急着发动车子，只是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，沉默坐了好一会，心口闷得难受。阮安澜喉咙动了动，终于伸手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还有通话记录，是谢允。他犹豫片刻，拨了回去，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通。谢允那头的声音带着点刻意压低的温柔：“喂，你回过来了？你刚才打电话找我，有事？”语气平静的近乎冷淡，仿佛之前所有的柔情只是一场误会。啊，也没什么大事。他顿了顿，就是之前那个合作方临时改了资料，我不知道谁能联系上，就想着你可能在公司附近。你可以找方律或者陈秘书。他语气淡下去：“是我想的不周。”谢允轻声笑了笑，声音却忽然软了一点：“你还在生气吗？”他没有回答，只问：“你现在？”公司顶楼咖啡厅。他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发动车子。明知道沈星简可能在家等他，明知道他刚刚的情绪已经压到了极点，可他还是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朝着公司方向驶去。窗外夜色沉沉，街灯从他脸上映过去，又迅速被甩在后面。车子一路疾驰，红灯闪烁，他没注意，一脚冲了出去，险些撞上对面拐弯的车。刺耳的喇叭声响彻夜空。阮安澜猛地一脚踩下刹车，车身一震，他的手背贴在方向盘上，骨节泛白。回过神来，他闭上眼，眉头拧得死紧，眸色深沉。谢允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浅蓝色衬衫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像是早已等候多时。看到阮安澜进门，他立即起身，眼里飞快掠过一丝意料之中的意味。你来了。阮安澜点点头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只是拉开椅子坐下。他招手叫来服务员，替阮安澜点了一杯常喝的黑咖，动作自然熟悉。阮安澜没出声，也没有阻止，只是垂下眼睫，落在桌面的视线有些游离。谢允看着他，语气柔和：“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”他没有说话。谢允歪了歪头，目光落在他领口微微凌乱的扣子上。公司顶楼咖啡厅。他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发动车子。明知道沈星简可能在家等他，明知道他刚刚的情绪已经压到了极点，可他还是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朝着公司方向驶去。窗外夜色沉沉，街灯从他脸上映过去，又迅速被甩在后面。车子一路疾驰，红灯闪烁，他没注意，一脚冲了出去，险些撞上对面拐弯的车。刺耳的喇叭声响彻夜空。阮安澜猛地一脚踩下刹车，车身一震，他的手背贴在方向盘上，骨节泛白。回过神来，他闭上眼，眉头拧得死紧，眸色深沉。谢允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浅蓝色衬衫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像是早已等候多时。看到阮安澜进门，他立即起身，眼里飞快掠过一丝意料之中的意味。你来了。阮安澜点点头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只是拉开椅子坐下。他招手叫来服务员，替阮安澜点了一杯常喝的黑咖，动作自然熟悉。阮安澜没出声，也没有阻止，只是垂下眼睫，落在桌面的视线有些游离。谢允看着他，语气柔和：“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”他没有说话。谢允歪了歪头，
目光落在他领口微微凌乱的扣子上。安澜抬起眼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，但沉默有时就是一种默认。谢允笑了，笑意一直从唇角一直蔓延到眼底。他压低声音，带着几分若有似无的暧昧：“你每次和他闹别扭，好像都会来看我。”他说的轻巧，像是说一件习以为常的小事，可阮安澜垂在腿侧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几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谢允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了点小心翼翼的撒娇。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人心疼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搭在他指节上，两人之间沉默蔓延开来。半晌，阮安澜抽回手，低声开口道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个合作方，把资料发我邮箱，我让陈秘书对接。”谢允听出了他刻意绕开话题的意图，却没有恼，反倒笑得更温柔了些。好啊，你帮我处理就好。服务员送上咖啡，阮安澜拿起杯子抿了一口，苦味在舌尖蔓延，却怎么也压不下心里不断翻涌的躁意。谢允的身体从对面凑近了一点。你是不是很累？别乱猜。别回去了，今晚留下来，我不说什么，就陪你坐坐，好不好？他说的柔和，像是一汪细水，无声地包裹着他。阮安澜没有说好，也没有拒绝，他只是又喝了一口咖啡。窗外夜色越压越低，连月亮都被厚重的云层遮住了光，而他坐在暖黄的灯下，一动不动。安澜抬起眼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，但沉默有时就是一种默认。谢允笑了，笑意一直从唇角一直蔓延到眼底。他压低声音，带着几分若有似无的暧昧：“你每次和他闹别扭，好像都会来看我。”他说的轻巧，像是说一件习以为常的小事，可阮安澜垂在腿侧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几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谢允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了点小心翼翼的撒娇。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人心疼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搭在他指节上，两人之间沉默蔓延开来。半晌，阮安澜抽回手，低声开口道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个合作方，把资料发我邮箱，我让陈秘书对接。”谢允听出了他刻意绕开话题的意图，却没有恼，反倒笑得更温柔了些。好啊，你帮我处理就好。服务员送上咖啡，阮安澜拿起杯子抿了一口，苦味在舌尖蔓延，却怎么也压不下心里不断翻涌的躁意。谢允的身体从对面凑近了一点。你是不是很累？别乱猜。别回去了，今晚留下来，我不说什么，就陪你坐坐，好不好？他说的柔和，像是一汪细水，无声地包裹着他。阮安澜没有说好，也没有拒绝，他只是又喝了一口咖啡。窗外夜色越压越低，连月亮都被厚重的云层遮住了光，而他坐在暖黄的灯下，一动不动。赛车场的灯光明亮而炽热，金属轰鸣与汽油味交织在一起，仿佛一场永不结束的狂欢。阮安澜坐在驾驶座上，修长的手指搭在方向盘边缘，点火的瞬间，低沉轰鸣像是从胸腔里炸开的。他侧脸隐在暗影里，五官分明，目光锋利如刀。副驾驶的谢允则靠着座椅，长腿交叠，手中还握着半罐啤酒，唇角带着点玩味的侧头打量他。你确定能跑得过今晚那些人？你想试试？他回头轻飘飘地丢出一句。谢允笑了，凑近他一点，指尖点了下他的肩。你太久没来了，手感都生了吧？阮安澜抬眼，视线落在他靠近的脸上。系好安全带。他说。车子瞬间冲了出去，像猛兽脱笼，一头扎进夜色与灯光交错的赛道，风呼啸着灌进来。谢允惊呼一声，下意识抓住了副驾边缘的把手，又被自己笑出来。你疯了？不是你要来放松？阮安澜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轻佻，速度却不断加快，直逼极限。车子高速掠过一辆辆对手车辆，擦着赛道边缘惊险漂移，后轮卷起一地尘沙。谢允看着女人的侧脸，心跳不自觉乱了节奏。他见过很多玩赛车的女人，却没人像阮安澜这样克制、精准、狠厉，仿佛什么事都能压在心底。但一旦给他掌控方向盘的机会，他就能把所有情绪用速度发泄出去，像是要把某种痛苦撕碎。谢允忽然伸手替他理了理因为风而凌乱的衣领，声音近得几乎贴着他耳边：“我有点后悔今天穿得太整齐了，早知道该穿皮夹克配墨镜，这样和你更配。”赛车场的灯光明亮而炽热，金属轰鸣与汽油味交织在一起，仿佛一场永不结束的狂欢。阮安澜坐在驾驶座上，修长的手指搭在方向盘边缘，点火的瞬间，低沉轰鸣像是从胸腔里炸开的。他侧脸隐在暗影里，五官分明，目光锋利如刀。副驾驶的谢允则靠着座椅，长腿交叠，手中还握着半罐啤酒，唇角带着点玩味的侧头打量他。你确定能跑得过今晚那些人？你想试试？他回头轻飘飘地丢出一句。谢允笑了，凑近他一点，指尖点了下他的肩。你太久没来了，手感都生了吧？阮安澜抬眼，视线落在他靠近的脸上。系好安全带。他说。车
车子瞬间冲了出去，像猛兽脱笼，一头扎进夜色与灯光交错的赛道，风呼啸着灌进来。谢允惊呼一声，下意识抓住了副驾边缘的把手，又被自己笑出来。你疯了？不是你要来放松？阮安澜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轻佻，速度却不断加快，直逼极限。车子高速掠过一辆辆对手车辆，擦着赛道边缘惊险漂移，后轮卷起一地尘沙。谢允看着女人的侧脸，心跳不自觉乱了节奏。他见过很多玩赛车的女人，却没人像阮安澜这样克制、精准、狠厉，仿佛什么事都能压在心底。但一旦给他掌控方向盘的机会，他就能把所有情绪用速度发泄出去，像是要把某种痛苦撕碎。谢允忽然伸手替他理了理因为风而凌乱的衣领，声音近得几乎贴着他耳边。我有点后悔今天穿得太整齐了，早知道该穿皮夹克配墨镜，这样和你更配。他没回应，手中动作却稍稍一顿。你干嘛？他笑着问。你别靠太近。他低声说。我怕撞了。是怕撞车还是怕我？谢允勾了勾唇角，整个人往他这边靠了一点，手搭在他肩上，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。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危险。他低声说。我喜欢。风声呼啸，车速拉到最高点，阮安澜的嗓音却冷静得近乎冷酷。你再靠近点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丢下去。谢允愣了一下，下一秒却笑出声，像是被他的反击彻底挑起了兴致。你也太不禁聊了吧，阮总。车子再次一个猛转漂移，轮胎在地上擦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整个世界都仿佛在这一瞬间随之失衡。但他们都没说话，场上的人少了不少。阮安澜脱下外套，随手搭在车尾，身穿一身黑，长腿笔挺，面容冷峻，站在赛道边，看着远处疾驰而过的车影，神情漠然。谢允走过来，将2罐冰啤递给他1罐。陪你来放松，你怎么还冷着一张脸？他忽然从包里拿出一支银打火机，俯身替阮安澜点燃了根新烟。烟头亮起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凑了上来，在他耳边低语：奖励你今天开得漂亮。阮安澜眉心一动，看了他一眼。谢允，我有时候真觉得你有病。谢允挑了挑眉，没说话。他手指夹紧烟，沉默半晌才缓缓开口：你打算一直这么没底线？谢允低头给自己也点了根烟，笑得明艳。对你没底线不算什么坏事吧，姐姐。